SAS 也是挂起状态的一个供电开启啊，然后高电平开启内部稳压器，低电平开启外部稳压器，由外部提供，由外部上拉啊，就这个意思啊，由外部提供。所以说这个信号跟以前6、7的不一样，唯独8系列是这样子，8系列和9系列这个桥 CPU 分开的。我看一下单 CPU 有没有啊，找一个单 CPU 图纸看一下，因为这个的话呢，现在如果说你们搞得有问题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出问题，有时候这个哈，我找个东西看一下，一定要确认清楚。4代5代担忧啊，不知道没发现没发现，这个看到了要注意啊，这也是单 CPU， 单 CPU 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4代5代担忧，它依然是高的时候开启内部 L 为低，低的时候呢是关闭，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跟我们刚才这个不一样，这两个都是开启，两个都是开启，一个开启内部的，一个开启外部的啊，所以这个就这个意思啊，图纸发一下，你去搜一下9331P， 它里面就有描述，不是每一个图纸都有描述啊，人保的它都会描述一下，广达的工程师就比较懒啊，就好多都没有描述啊，我找到人保的都有描述。单 CPU 这个 INT VRM-EN 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8系列的桥和 CPU 分开的不一样的，高低都会开启啊，这个是啊，我这个讲的担忧，我就讲的什么呀？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啊，所以要注意，如果是8系列，这个地方就有区别，明白吗？啊，讲的担忧就是这个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你要抄就直接抄也可以，这个没问题啊。然后这个是内部的稳压器开启，如果这个没有供电啊，那么它就会造成不开机啊。这里哈 INT VRM-EN 和 DSW VRM-EN 这个都是由 RTC 供电上拉啊，由 RTC 供电上拉，正常就是一个3伏的高电平，3伏或者是3.3伏吧啊，就这么一个电压，测了没电那肯定不行啊，这是内部的稳压器开启。除了这些供电以外，实际上 RTC 电路还有一些，比如说 DCP RTC， 我看看有没有，哎有哎 ，DCP RTC 这个也是它内部的 RTC 供电，由它内部产生的，外部只是接了滤波电容而已。我看单 U 的有没有？单 U 的也有，这种也是 RTC 供电。如果这种供电如果出现异常，一样也会不开机，就是如果外面那个电容短路啦、掉啦、腐蚀啦，一样会不开机。这也是属于 RTC 供电的范畴，是由内部产生的，叫 DCP RTC 啊，注意啊，这个要非常的重要啊，修个不开机都修不出来，那就麻烦了啊，修个不触发的修不出来，你也别说是我教的啊，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子了。然后接下来这个一个信号叫做 VCC DSW3-3啊 ，VCC DSW3-3的话呢，这是一个深度睡眠一个待机供电啊 ，DSW 就是深度睡眠的意思啊 ，DSW 哈，深度睡眠的意思 ，DSW3-3这是深度睡眠待机，不支持深度睡眠的时候，这个信号跟 VCC SAS 3-3连一起
啊，这个通常这个电压是由 PWM 电路提供啊，这个它是有一定的电流的，线性电压带不动啊，不能采用线性，这个是比较耗电的这么一个供电啊。好，这个 RTC 电路什么三无有个办法跑线 ，RTC 从电池座那个二极管出来啊，不是有个双二极管吗？对不对 ？RTC 供电不是有个双二极管吗 ？VCC RTC。这个出来叫 RTC VCC， 这个应该是来自一个双二极管吧？对，来自一个双二极管，来自电池座，然后你从双二极管的第一角用铜刷去刷，刷到哪里去了？第一，连接两个20K 电阻这边响了，20K 电阻就是 RTC 的复位，连接330K 电阻响了。有个330K 电阻响了，这个就是 DSW-VIM-EN， 然后还有一个330欧电阻，就是连到哪里去啊？一个 INT-VIM-EN 呢？还有 INT-VIM-EN 呢？这个是就这个 INT-VIM-EN， 有没有？连接20K 的。对，20K 的呢，这个就是 RTC 复位，连接330K 的呢，这个就是 INT-VIM-EN 和这个 DSW-VIM-EN 是上拉这两个信号的。你拿个小铜刷去刷，找到电池座就能找到这个双二极管。你先找到电池接口，顺着电池接口就能找到这个二极管。顺着二极管再去追，就能追到那两个电阻剩下那个1兆欧的就不要管它了，这个1兆欧的，1兆欧是这个装不装都没关系，但一定是高电平，这个不影响不开机，明白没有？那个1兆欧的就可以忽略，就那两个电阻自己去看，20K 的和330K 你自己去区分，拿个小铜刷跑线，在哪里跑？你不要到处跑，在哪里呢？在桥的旁边刷那个桥的旁边和底部CPU 旁边和底部在桥，有桥的你就找桥嘛，没桥的就找 CPU 嘛这种电阻一般不会离得太远，都是在桥或者单 CPU 旁边跑线呗，一定能跑得到，这是方法问题好，这个 DSW-VRMEN DSW 这个 VCC DSW 3-3这个供电正常以后，通常它会这个延时产生一个低 power OK， 断线了怎么办？断线了那就麻烦喽。断线了呢，曾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个是我实地远程我都没讲过的以前我在工厂，以前在别的地方修桶货的时候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比较麻烦了。比如说我这个没有整理我只整理了这个，我只整理了那个7系列、8系列、6系列5系列，只整理了这些，8系列、6、7系列比如说我要找 VCC RTC 是吧？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把桥取了，找到这第一个角这个点测这个点跟外面通不通？通的那个地方总有一个地方通嘛。这个 VCC RTC 一定是连到 RTC 电池的嘛。我从外面供电反着追不到，我就从桥里面退回来呗。明白没有？
啊，我这里有每一个信号的一个测试点在桥的哪个引角，我不怕没图纸的，我拆了桥，从测试点上往外追啊，啊，对，从测试点往外追。啊，一般我都有标的，哪个点哪个点。啊，就是你们自己去总结吧，找个点位弄一下吧。角，哇靠，桥的角位很难数，我觉得我也去了，这是干嘛呀？这个还要你数啊？这不要你数啊？他说指着有点位都告诉你在哪个点，戳着跑线就好了。就是外部电路跑不进来，就从里面往外跑，明白没有？这是以前修桶货的时候，修好一片板，把一片板的电路跑通了，剩下的呢，你就来一片，对着你测试的图片戳就行了。对，以前修桶货的时候是这样子搞，就是比如说这一批有1000片，又没图纸又没点位，我就找一片板，把桥啊、CPU 座啊全部拆掉，然后对着这个点位，把那些所有的供电啊、史蒂普信号啊、PG 啊那些跑出来，并在拍了图片，在图片上做好标示，做好标示以后呢，这些重要信号都做好标示了嘛。完了之后，下一次来一片板，我就每一次我都对着我图片的标示去修，就知道基本上是哪里问题，可以断定一些故障，基本上一杀一个准了。我靠，人家看到我修无图无点位的这么屌，我也不告诉他一个方法，对吧？默默的装一把，装逼，对吧？那个时候就这样子，一般人不告诉他的。这个你要修桶货，你要知道，我把一片跑出来了，那一批都是我修啊。我要是告诉别人，别人给我抢菜了呀，对不对？我一天修几十片、上百片，那么妈的一个月那点工资就那样来呀，是吧？是不是？自己画图，自己跑线啊，这是办法自己想的。你们是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啊，逼到这个份上那没办法。外面人家说8块钱一片修桶货，我觉得可以干啊。很多人8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人家不干，我操！修桶货是拼量的，8块钱够了，一天修个50-60片，修个几百块钱，比上班强多了呀，是吧？一个月搞个万把块，软启动不也是干桥干优吗？供电正常，查完也差不多了。再往下看啊，第一炮 OK，刚才看到的，CPU 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电压呢是3.3伏，不支持深度睡眠的时候，它跟 RSMST 连一起。对，平时有好多信号啊，你只有怎么说呢？里面一些东西啊，可能你还没有涉及到那么深，没有牵扯的那么深，你就不会去查。我以前查的东西，涉的东西很多的，很丰富的，现在后来我也懒得搞了。那是以前修机也比较拼命，现在没那么拼命了，对吧？7、8年前修一片板子100-200块，比现在修一片板嘛100-200块多好几倍呀，对吧？那个时候好拼命的，那个时候修板100-200块，就像现在修苹果一样，700-800、1000块一样的修了。现在没那么拼命了。比如说你要找个8系列的板，对吧？8系列的板子没图没点位，你8系列的有图有点位的多了去了，随便找一个对比一下喽。哇，周明屋啊，你这是打的什么啊？又是，我靠，我看不清了。好，再往下看，
梵文我是看不懂啊。第一泡 OK 正常以后，接下来呢是一个 Sleep SAS 井，Sleep SAS 井这个信号是桥在上面这个供电正常情况下自动发出去的啊，这有了 VCC DSW 3-3和第一泡 OK 之后，自动发出去，去开启桥的主待机供电，开启 VCC SAS 3-3就是这个 Sleep SAS， 这个是 CPU 的深度这个发出的深度睡眠指示信号，它一般是用来控制浅睡眠待机的开启和关闭，不支持深度睡眠的时候，它就会悬空。所以这里我们有好几个信号可以用来判断机器是否支持深度睡眠，对吧？比如说你搜一下 Sleep 信号 ，Sleep SAS 井看有没有采用，采用呢就支持，不采用就不支持。比如说我这个机搜一下 Sleep SUS 井，这个信号有没有采用呢？外面是带了个测试点，这个是不采用的。不采用的话，这个信号就悬空，说明我们这个机器在这个图纸上是不支持深度睡眠，对，不支持就这个意思。如果支持的话，它就会连接到相应的电路去控制那个浅睡眠待机的开启和关闭，就会连到外面电路去。不支持就不悬空了。然后浅睡眠待机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VCC SAS 3-3这个是 CPU 的浅睡眠待机，在以前的6系列还有一个叫 V5 REF SAS， 对吧？ V5 REF SAS， 这个是以前6期以前都有的，这个也是5伏待机供电。到了8系列以后这个就已经找不到这个信号了。比如说我在这个图中搜不到了 V5 REF SAS， 在8系列这个里面也搜不到了，只有7系列以前才有，明白没有？这个新手要注意以前有 V5 REF SAS， 现在没有了，8以后都没有了，7以前呢有就是没有这个5伏待机它也能工作，也能开机，这个桥不需要这个供电。接下来就是一个 RSMST 井，这个是 CPU 它的一个浅睡眠待机电压好，实际上这个 RST 井这是一个复位信号这是一个ACPI 控制器的一个复位 RSMST 井是 CPU 内部 ACPI 控制器的复位信号这个复位需要多长时间？还有没有人记得需要复位多长时间？10毫秒，对，不愧是以前我带过的10毫秒最少要复位这么长时间才能够完成复位这个复位信号 ACPI 控制器 ，ACPI 控制器是什么呢？就是高级电源管理高级电源管理。这个的话，它管理的什么东西呢？管理了我们整个电脑的一个上电、休眠，对，以及待机还有它的挂起还有它的一些功耗，就是管理整个机器的功耗的，就电源管理这是由桥来管理的好，只不过我这个键盘我敲的比较响而已那个麦克风刚好这个键盘下面
我敲键盘的声音全部传到麦克风里面去了。除了这个 RSMST 以外，接下来在这个 RSMST 之后，大概多长时间啊？90多毫秒会产生一个 SAS clock，90几毫秒还有没有人记得？97、96差不多啊。对，就是在 RSMST 正常以后，延时90多毫秒，将近100毫秒的样子，会发出 SAS clock。这是一个 32.768 的一个波形，但是很多主板都不采用，也有些主板呢，它会送给 EC， 用于取代 EC 内部时钟，部分会送给 EC， 也有些呢是不采用啊。这里比如说我来搜一下这个 SAS clock 啊，看有没有采用，没采用，对吧？好多不采用。好，接下来呢就是按开关之后的这个 power button， 就是开关信号，就触发信号送给桥的啊，这是送给桥的哈。这个 power button 是也不叫桥吧，现在叫 CPU 吧，是 CPU 内部的一个开关信号啊 ，power btn power button， 这是带井号的，井号在哪里呢？上面那个横杠，那根杠就是井号的意思啊。凡是信号上面带杠的都是低电平有效，所以抄到软了，可以呀，本来就软吧。power button， 它是在待机的时候，它是个高电平，你在按下开关的时候呢，按下去就会拉低，你松开开关，它又变成高。那么在拉低的那一瞬间，桥就会发出 sleep 信号sleep S5 井、sleep S4、S3、sleep A 井、sleep LAN 井但是这里还有一个信号叫做 sleep S0， 看到没有？这是增加的一个信号，叫做 sleep S0 井，这是以前你们没有见到过的。这个信号一般不采用，通常就是现在我还没看到它采用你们看到有被采用的，那么如果有实物的话，就测量一下，看看它开启什么电压这个信号 sleep S0， 这是以前没有的，这是后面增加的一个信号好，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序的话就先讲到这这几个 sleep 信号它是依次至高，特别是 S5、S4、S3 这两个是先后一先一后为高这里有一个 sleep A 和 sleep LAN 这两个信号呢是不一样的。sleep A 它是用于控制密模块供电的，用于支持 AMT 功能，所以叫 sleep A。那么下面这个 sleep LAN 是用于开启网卡供电的，也是用于支持 AMT 功能所以这两个如果机器支持 AMT 功能的话，那么它们会在按开关之前为高，去开启密模块供电。如果说不支持 AMT 功能，它们跟 sleep-S3 同步sleep S3 什么时候起来，它们就什么时候起来。那么这个 VCC ASW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密模块的供电就 sleep A 就是開启这个密模块供电，就叫 VCC ASW你这个 sleep A 什么时候起来，这个供电就什么时候起来好，这个 VDIMM 这个是我们说的内存供电，内存主供电只是指的是主供电，不包含它的 VTT对 AMT 其实际上叫
IMT 啊 ，IMT 全称是这个，英特尔啊这个管理引擎。就这几个信号啊 ，SLIP5、SLIP S4、SLIP S3 啊，这个你可以截图吧。SLIP S3 如果为高，表示机器要退出待机进入 S0。SLIP S4 呢是退出休眠啊 ，S5 呢是退出关机状态啊。设了 Power Button 之后，它们依次至高啊。然后就是一个 SLIP A 和 SLIP LAN。SLIP A 刚才我已经说了，它是 CPU 的密模块的供电啊。密模块就是我们说的主动睡眠电路，主动睡眠待机电路，这个是密模块的。如果主板支持 AMT 功能并开启的时候，这个信号会在触发之前就产生。关闭 AMT 功能，这个信号与 SLIP S3 一致。机器不支持的时候，这个信号可以悬空啊。比如说我们这有个机器啊，看它这个 SLIP A 是悬空还是采用。SLIP A 悬空，表示这个机器不支持 AMT 啊。一般情况下，除了这个ThinkPad T 系列会采用，就是除了这个ThinkPad T 系列、X 系列这个会采用，其他的一般都不采用啊。苹果的有时候会采用啊，其他机器基本不用这个 AMT 啊。忒被偷了，偷不掉的。SLIP-LAN 井，这个是网卡供电啊。一般情况下哈，如果主板没有采用英特尔那个原装网卡的时候，这个信号不采用。如果使用英特尔的那个原装网卡啊，原装网卡哈，那么并且支持网络唤醒、支持 AMT 功能的话，这个信号会在待机的时候为高；不支持的时候，这个信号将会跟那个 SLIP A 或者是 SLIP S3 同步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个信号啊。明天我们就要讲后面的了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是这个 VCC 代表哪些，VDI、MM 代表哪些啊？这里这些 VCC 代表的这些供电啊，明天没课，周一吧啊。刚才说了，这个 VDI-MM 这个指的是内存主供电，一般受控于 SLIP S4，由 SLIP S4 去开启啊。如果 SLIP S4 没采用的话，一般会采用 SLIP S5 井啊。这个 VCC 的话呢，一般指的是 CPU 的强模块供电 VCC 3-3，或者是强模块的其他供电 VCC TS 1-5，以及它的一些 VDDQ 内存模块供电和一些维持电压 VCC ST 等等，就是用来这些指的就是这些 S0 电压哈，受控于 SLIP S3 的这些电压啊。100系列的 VCC ST 是什么？100系列的 VCC ST 一样的呀，也是一个1.0几伏的电嘛，我们这一期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讲一下100系列嘛，讲一下6代担忧嘛，干啥的？相当于以前的总线供电，它没有总线供电了嘛，你找不到了嘛，你没有收不到 VDT， 也收不到 VCC-IO 这些电压了嘛，就是改个名字嘛，换个马甲嘛。下课啊，上，各找各妈，各回各家。